你有某一种模式，它必须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事件的发生呢，它会让你突然陷入到一片黑暗当中。在这个季度啊，你可能会觉得你有点被挑战、被打趴，然后或者是被羞辱。好了，我们讲严重一点点哈，能够聚集所有众人的力量来完成这件事情，这个人他才会真正的闪耀。你在第2个月份要改变的思维观念就是，别人来打击你，你为什么要退？你今天是靠你自己的真枪实弹，你的实力走到这个位置，所以你有什么好害怕的？我要先去看见为什么他们讲这句话会让我这么伤痛，他们说的这些事情，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伤害到你了，你不需要立刻攻击，你也不需要立刻的跟他们证明。我刚刚有说了，你够好的人不用证明，你在这里要做的是保护你自己。Hello， 巨蟹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巨蟹座的朋友们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来先跟大家说明有关于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的整体架构啊。首先呢，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它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呢看到这则影片的话呢，会建议你前后推敲3个月左右的时间，或者是呢以你当下的季节为主。OK， 好，那然后呢，今天我们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会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的部分呢，就是会来跟大家说明有关于每个月份的能量场的一些概况 ，OK， 然后也会来分享一下在每个月份你要学习哪些实际的课题。紧接着我们就会进入到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那在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我们会利用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来验证我所说的每个月份的能量场上面的细节以及症结点，然后也来看看有没有额外的补充讯息。之外呢，我们也会在延伸牌卡解读下半场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宇宙希望你在各个月份能够去增强的一些思维观念，或者是呢要提升哪些人格特质，以及每个月份你要能够练习付出的实际行动。最后我们就会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天使跟宇宙传讯的部分哈，来听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告诉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好吗 ？OK 哈，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正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好吗 ？OK 哈，首先呢，我先跟你说明一下我们目前牌面上面的这几组牌卡哈。等一下呢，我在解牌的过程当中，我会讲第1组、第2组跟第3组，那并不代表是今年的1到3月份 ，OK， 是指在这个季度的过程当中的第1个月、第2个月跟第3个月。那这张牌卡是你整体季度的这个能量的这个主轴。那在这边呢，这张牌卡是你的这个王牌，也就是说，在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呢，你有任何的问题想听看看建议，我们来看看王牌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提供给你作为一个参考，好吗？好，那这里呢就请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好吗 ？OK， 好，请稍后哦。Hello， 大家好，我是Jane，非常感谢所有愿意在影片下方留言反馈以及按赞分享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会有我的存在。所以如果呢，你还想要收听更多不同多元丰富的精彩内容，请你一起来收听我的主题广播节目，以及订阅我的电子报，就会收到最新的第一手消息。那如果呢，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你点开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答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内容吧。OK， 好，我个人会感觉呢，巨蟹座朋友们在这一季的过程当中，好像要去完成一个什么东西，然后里面牵扯到蛮多人际关系的，但这个走向是为了让你们能够走到一个更好的合作状态，比如说婚姻啦，或比如说你的合伙人呐，好，就是更好的合作状态。但是里面呢，会有非常多，就是我要怎么讲呢？就是该摊牌的会摊牌，该说清楚的也会讲得很清楚，但是你们是愿意共同朝向钱币石的这个状态去走，所以我觉得或许会有冲突，或许会有矛盾，或许会有一些必须要拿到台面上来讨论的东西，但是起码我觉得是有点怎么说呢，达到共识的一个状态去处理这件事。 OK， 好，就有点像就事论事不往心里去，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细节。 OK， 首先呢，在第1个月份的过程当中呢，你抽到的是一个权杖10，抽到的是宝剑6，抽到的是钱币国王。这3张牌卡呢，在你第1个月份的能量场其实很清楚，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钱币国王不管是你或者是对方，这个角色可以互换请大家灵活运用我给你的这个牌卡的内容。 OK， 就是呢
这边应该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很重视的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它是你长期耕耘来，或者是想要长期去耕耘的一个东西。OK， 那在这个长期耕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也没有就是像甩手掌柜一样，就是说我就派这个给我的员工做，或者是我就请别人帮我做这件事情，没有，我觉得你是把这个东西揽在你自己身上做的。那相对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某部分的巨蟹座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会揽在身上做分几派巨蟹座。第一派巨蟹座的朋友们是你没有办法相信别人 ，OK， 你怕别人给你搞砸了，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对你很重要。第二派呢，会揽在自己身上做的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既然是我要做的东西，我要能够掌控这一切，我要能够了解这些所有的细节或状况，或者是比如说我要能够知道比如说我的钱花去哪里，我投资的公司的哪个项目，然后这个进度怎么样 ，OK 你有点像是比较想要控制或确认这个状况是在你能够了解的范围之内，我这样讲好不好？好，那第三派的巨蟹座的朋友们呢，比较有点像是说你想要去证明我是能做到这件事情的，所以这边大概有3、4派的巨蟹座的朋友们，你们的能量场不太一样，我都尽可能去提，那请你们去截取适合你们的讯息，角色可以互换，场景可以互换 ，OK？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在这边还抽到了一个宝剑6，宝剑6你可以注意看到，这是鸟他们手上都拿着一支宝剑，我个人会感觉正是因为你们正在投入或正在推进这个状况当中呢。我会觉得其实会捎来不错蛮多的好消息，就是说这件事情起码在第1个月份的时候，它是可以按照你理想的状况去前进的。比如说你想控制的，你想了解资讯的，你想要能够证明你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我会觉得第1个月算是顺风顺水，没什么太大的问题。OK， 不过呢，我也会觉得说这边呢，某部分的巨蟹座的朋友，我会建议你在第1个月份的时候你的我要怎么形容呢？就是说你的资源或你的专注力或你的热情要朝向同一个方向前进。OK， 例如说我这样假设好了，你不能说这个女生很漂亮，那个女生也很漂亮，那不然我都追一下好了，你懂我意思吗？然后你说你说这个钱币国王你要发展一段长期的关系，你这也试一下，那也试一下，那也碰一下其实你根本就有点搞不太清楚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对象，或者是他们也搞不清楚你来的意图到底是什么。OK， 反而会让别人去推翻了你你好像很花心啊，你好像没有责任感啊，你好像根本没有要认真谈这段感情啊。所以我会建议你这个第1个月份的能量场你要集中这些东西 OK 或者是比如说你现在在做这个项目，你就集中在这个项目里面，尽可能不要分心 OK 所以来到第2个月份的时候呢，你抽到是宝剑国王，然后宝剑女王，然后还有这个吊人牌卡。我个人会感觉呢，在第2个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可能要正面交锋的时候了。比如说假设这个是你投入很久的一个我这样讲案子好了，好吧？比如说你当别人员工，这是你投入的案子，我用工作来做一个解说，你们比较容易了解，你们可以带到你自己的生活场景 OK。 那比如说你很认真，你也投入你的专注力，然后你也投入你的时间精力，还加班然后很认真的做起你该负责的事情，想要证明也好，想要控制这个状况进度很适合你原本计划的这样子的话呢就假设第1个月就这样。来到第2个月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呢稍微会有点停滞这边这个吊人牌卡的停滞并不是不好的停滞，而是说呢，这边呢有一个宝剑国王跟一个宝剑女王，那你可以注意看，这个宝剑国王是没有露出他的嘴巴的，但是有露出他的眼睛，但这个宝剑女王呢是砍了一个人头，然后呢看着这个宝剑国王 OK， 那他们各自都有一个可爱的小宠物 OK 但是一只是白的，一只是黑的 OK 然后你注意看这2张牌卡，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有可能你很认真投入这个专案，对不对？你可能会觉得说兴致勃勃，老板应该会帮我加薪吧，同事应该会夸奖我吧，或者是明年的升迁就是我啦比如说你本来心里胸有成竹，在这边你觉得应该不错啊，第1个月结果都蛮好的，但是来到第2个月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情绪有点停下来？就有点像说这边可能会出现一些交手相关状况人数，特别是人际关系的。比如说这个宝剑女王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有点像说你要证明是不是 OK 某部分的人你会遇到更刁难你的，例如你把这个案子呈上去，你就遇到一个主管更刁难你的，他给你更多的难度了，给你改东改西的，给你弄东弄西的，然后突然把你调到别组或把你的组员调走了这个是非常有机会会遇到这样子的人然后呢，你除了遇到这样子的人之外呢，他有点没得商量就是这个人的行事作风有点像是他要顺着他的意，没得商量我刚刚只是举个例，他大概会做什么，但是他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就有点像是我没得商量，我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人他非常有可能是在要么对你来讲有影响力，要么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个话语权在里面的
OK， 那另外这个人呢，比较特别一点点哈，这个你比较要小心一点点。OK， 这个人呢他不会动口的，意思是说他不会说，哎呀，那个巨蟹座的朋友们，你这个做得好烂啊，哎呀，你这里做不好啊，他不会哦，他不会哦，他会默默的看着你。OK， 那有几个意思哈，默默看着你，看你摔得多惨。OK， 他不愿意真心去告诉你 ，OK， 或者是他会默默看着你做，他不会去付出在这个专案当中协助你。比如说这两个可能是你的同事哈，比如说一个是你同事，一个是你的主管 ，OK 哈，所以这个同事呢哈，比如说我就拿他来讲哈，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同事，他什么都不说，他明知道你漏了这个文件，少了这个条例，然后忘了把这个开会这个东西加上去，他都不会说 ，OK， 他就是默默后面拿着一把剑，准备要捅你一把。OK， 所以我不是要吓你哈，巨蟹座的朋友们，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人，你觉得他们很不真诚，你觉得他们没有像你一样，就是跟你同一条心，或者是你不认为他们好像要真正跟你有点像是共进退，去把这个案子做得很好，然后呈现给客户。所以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呢，我个人会感觉哈，他们一个人是来明的哈，这就是为什么他牵的这个宠物是白色的，这个人是来阴的。OK 哈，那我刚刚只是举例，我不知道他还会出什么样的阴招哈，这个你可能自己就要注意一下。而且这个人呢，虽然出了这些阴招、这些小把戏哈，我可以告诉你一下，你不用太担心，他们两个的所作所为都仅能把这个东西停滞，但是不会造成影响。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可能给你改这个用那个，然后给你冲个康哈，但是他们都不足以影响你现在在专注的这件事情的前进。OK， 那如果你是来看事业的话呢，他们说有一些人，你们是来看事业跟创业的人，或者是你在经营一些东西啊，他们就要解释给你听，就是说你把这个东西可能卖给你的客户，你的客户可以跟你刁难，怎么跟图片长得不像呢？这边好像多一条线呐，这边好像就上下不是很对齐呀，就是你会遇到这样子很picky、很挑剔的这样子的人会出现。那这个人呢是默默收下，然后去给你负1等星的评价。好，我就是稍微举例给你听啊，你就大概懂了哈，你们要灵活运用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人是来明的，这个人是来阴的 ，OK 哈。所以呢，但是这不会影响你什么，因为你生意你还是会继续嘛，对不对？你还是会继续卖东西给别人嘛，你不会因为他说那因为你这样子 complain， 我就歇业了，我就不干了，我就把它收起来了，不可能啊 ，OK 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稍微举一个例给你听，你会比较容易明白。所以这里稍微会有一点停滞下来。OK， 这边可能会有点冲突矛盾，或者是要摊到台面上面来讲的。比如说，你觉得我交给你的货不满意，那你告诉你哪里不满意嘛？你告诉我才能修正嘛，对不对？你不要给我来这边有的没有的，然后可能故意给我瞎搅和。好，所以这边在第2个月，我个人会感觉，因为他们出招了。所以你们就会有这种人际关系沟通的这个机会来，但是起码你们是想达到共识。我刚刚有讲，一开始我讲你们是想达到共识的，比如说你希望客户满意，客户也希望你能够达到他的需求，好，类似像这样，所以我才会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它必须被搬到台面上面来。所以来到第3个月份的时候呢，你抽到这张牌卡是钱币9，抽到这张牌卡是 Hierophant， 抽到这张牌卡是钱币7。我先跟你说明一下哈，这个钱币9加钱币7象征的是钱币6，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在第3个月的时候才会来到一个协调，你好我也好，你爽我也高兴的这个状态。意思是说，你就跟他讲好了，不然这样子啊，我重新给你做。好不好 ？OK 哈，但是呢，我钱要照收，好不好？我收你个8折，这样总行吧？那他可能觉得他占了便宜，他就说好吧，那就这样子吧，那你就重新帮我做。好，我只是举个例，所以这个会来到一个你们2个都觉得可以平衡、可以持续合作的一个状态。OK，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给你一星负评哈，你可能邀请他来我们公司免费试吃，再吃一顿，然后呢你感受一下，给我们评价，给我们建议，我们愿意悉心接受。结果这个人反而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客户关系处理很好。他回去呢，搞不好推荐更多朋友，然后还把你改成5星评价，你懂我意思啊？所以呢，你是因祸得福，或者是怎么样呢？你到最后一步你还不知道，因为这边我总觉得有一个就是蛮有趣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你注意看啊，这个是。钱币7，但是你看它是6个钱币已经先挂在上面，可是这个人要把第7个钱币把它挂上去，意思就是说，OK， 我再看看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我想看看我到底要跟你怎么样去协议。那这个钱币9呢，象征的意思说，我带着诚意来找你，我想跟你解决，我想要告诉你我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情。而这个钱币9如果加这个钱币1，象征的是钱币10。OK， 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这么做，那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所以来到这里有可能是有协商的这个契机，但是这个钱币6象征的就是我们共同达到一个平衡。那再加上你的钱币9加钱币7又是另外一个钱币6，代表双方我们达到了一个共识。那钱币6再加上你这边整个季度的能量牌卡钱币4，象征的是钱币10，所以呢，这个钱币10呢就会变成是说，好 ，OK， 那我觉得我们好像达到共识，我们这件事情可以处理得好，那我们就继续这样子做吧。
OK，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停滞期，但是这边会有来到一个共好或共识的一个解决方案。那这个东西由于是你非常非常热爱跟投入的，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巨蟹座的朋友们，你是不容许这样子的人去毁掉你所付出的一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也会愿意有诚心诚意去做，因为我觉得你不是不负责任，或者是你没有做好，有可能是理念不同，或者是我们的想法立场不一样。所以这边只是有一点像是在一个调整的阶段，但是你一定会遇到很多人际上面的往来，因为在第3个月份，你这边是一个 Hierophant 象征的就是你要如何去学习应对这样子的关系，如何应对会停滞的状况，如何应对这么 picky 的人，如何应对这些会来阴招的，如何去处理后续他们要跟你谈的这些条件，这个就是你在第3个月你会学习的。因为这个 Hierophant 往上走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钱币10，所以你一定是慢慢从6、7、8、9、10往上走。为什么呢？你这个钱币6、钱币7、钱币9走到钱币10，你有没有发现你少的是钱币8？钱币8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谈到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达到共识，然后共同去行动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这边少一个钱币8，然后呢，再加上你这边是一个钱币4哦，哈，来，那我们这样讲哈，你这边钱币4少一个钱币5，钱币5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缺点会被别人看见。然后呢，别人也会找你这个毛病 ，OK？ 所以这个钱币5象征的就是说，那别人挑了你这个毛病，或者是来帮你优化这个东西，你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还不知道的，这个结果在后面的。所以你可能要在第2个月稍微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跟脾气，因为你还不知道你会因此而得利还是会有所损失。但我感觉得利的这个状况居多。那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一个钱币4，钱币4象征的就是这个树啊会生根。OK， 而且会很稳固，所以这个看似好像是灾难，或者是好像是来打击你的这个状态，其实它是能够让你更加的深耕大地，反而让你更加稳固。所以我反而会觉得你不要太担心。OK 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每个月份你要实际学习的课题。OK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延伸牌卡解读来看看每个月份你要学习的这个实际课题，还有这个整个月份的能量场上面的卸妆和细节啊，我们就用这个宇宙验证牌卡来看有没有更多的资讯可以提供给我们巨蟹座的朋友们做一个参考。那当然呢，我们也会告诉你啊，在经历这些过程当中，你需要加强什么样的思维啊，怎么样的思维跟观念，或者是呢，你有哪一些人格特质需要做一些提升，以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是对这个方式对这个状况有帮助的。OK 哈，然后接着我们最后就会来用天使跟宇宙传讯的部分来让大家了解到有什么样的讯息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OK， 首先呢，在第1个月份。这张牌卡你要学习的课题就是不算是孤单啊，就是单独啦，好吧 ？OK 哈。但是这张牌卡呢，其实是要告诉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哈，在第1个月份的过程当中，我刚刚有讲了，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哈，可能是你深耕已久，你很在乎，你想控制，你希望它能够按照你想要的理想的方式去发展。OK， 但是他没有提醒你哦，你在这个第1个月份呢，你是一个人干不了大事的。OK 哈，不是说你的能力做不到，这个他没有解释清楚，就是说你呢，其实在第1个月份你要学习跟更多人连结，去把这个地基架稳，这个会让你在迎接第2个月份的这个打击或停滞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找你麻烦的时候呢，你会有靠山。OK， 所以你不要自己单干。第1个月份是要告诉你，你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在世界上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单干，一定会有朋友，一定会有同事，一定会有什么。OK 好，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同事哈，比如说我刚刚有讲嘛，这个来阴的这个同事，你觉得他每次都扯你后腿，你就不让他做 ，OK？ 那正是他得了便宜还卖乖呢。他既然的什么事没做，他就专找你麻烦。所以这边有一个牌卡是，除了你不要孤军奋战，不要一个人单干之外，第2个你要把权力下放给别人。你要把别人的责任丢回去给他，然后呢，你要让他能够去接受他必须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该负起什么样的行动，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你不要认为什么东西你自己来扛都可以 ，OK？ 他会搞砸啦，我不要啦，我自己来做啦，哈。那我告诉你哦，你就真的变自己一个人了。你反而给他多余的时间去找你的麻烦，然后去想办法来冲一个坑给你 ，OK 哈。好，那来到第2个月份呢，这边呢叫做无法决定 ，OK 哈。这张牌卡呢就是要告诉你，在第2个月份的时候，不是一个适合做决定的时候。我刚刚有讲了，这边呢会有一个停滞的状态 ，OK？ 停滞是为了让你能够看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所以他们说呢，在第2个月份的时候哈，你觉得我到底该怎么样做好呢？我该怎么样应付这个人呢？我该怎么样回应这个人呢？我该怎么样优化调整这些他们给我的建议呢？或者是他们在这边是弄我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现在到底下一步该怎么走呢？第2个月份是要告诉你，当你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间做决定的时候，麻烦请你相信你自己的直觉，不要做决定。
因为这些人就是来掀起你的波澜的，你懂我意思啊？那他们掀起你的波澜，你本来就不好做决定，所以这个时候你猛然或按照你的情绪，或按照你自己觉得，好，那既然这样，他们都这样说我，好吧，那可能就真的很不好吧？那你就做了一个真的是正中他们下怀的决定了。所以第2个月份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好的做决定的时间或者是机会。OK 哈，这是第一个。第2个部分呢，他们要告诉你，在第2个月份，他们之所以为什么要出来掀起这个波澜，就是要考验你能不能够够肯定。所以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够够相信你自己，也是你第2个月份你要学习的课题。OK， 你要相信他们说的吗？还是你要选择你一直以来这样子的做法呢？OK，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无法决定的一个要学习的这个课题，好吧？好，那第3个我们来看一下，在第3个月你抽到这张牌卡呢，叫 discipline OK， 我不太会翻译这个字，但是有点像是一个你自己的纪律吧，应该是这样子说。OK， 好，这张牌卡就是要告诉你，既然如此，这个掀起你的波澜，你了解这其中帮你蕴藏的不知道是礼物还是灾难之后，接下来你自己要有一个纪律，你要知道说，好，那既然我们达成共识了，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要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第3个月份，第一个很实际的课题，既然达成共识了，要这样调整，要这样修正，好，那我们就这样去做。这个没有办法假手他人，好，你就这样做。第2个，这张牌卡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张牌卡其实有点像回溯这边的东西哈，因为他们突然让我感觉到能量场回来。他们说这张牌卡是在告诉你，你过去的基础有打得多稳，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你就有多么的能够不被动摇。OK， 所以这张牌卡是要告诉你，在这个季度的一开始，你就要有这个 discipline，OK， 你就要能够很有纪律、很规律、很自律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人为什么我会说他们没办法打倒你，他只是来晃一下 ，OK， 但你不要被晃晕了，他们给你晕一下，你就真的整个晕船了 ，OK。所以这个呢，纪律跟规律是你这一季的过程当中呢，你得到享有的这个结果。所以呢，第3个月他们要告诉你，你要坚持持续这些你正在做的事情。OK， 好，坚持做对的事情，然后做对这件事情有帮助的事情，也是这第3个月要去学习的课题。整个记录过程当中，你可以注意看，这个叫做服务。OK， 哈，这张牌卡呢是告诉你说他们叫你不是说叫你去服务这些奇怪找你毛病的人哈，他们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去看见这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这些出现的交手的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他们到底为你服务了什么？就是你要去看出来。他们来服务你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帮了你什么？如果他没有那么机车，你会变那么强吗？你会注意小细节吗？如果他不给你来暗地里这个阴沟让你翻船一下的话，你怎么不会做好 Plan B 啊？是不是这样说？你才会因此知道说，我以后做这件事情，我要 Plan B、Plan C， 想好一下这些撤退的这些方法，或者是比如说我应该要能够有个缓冲之计。所以他们说你要去找出来这些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他在这一个季度的过程当中服务了你哪些地方？这些人是来帮你的，不是来害你的。OK。但是某部分巨蟹座的朋友们不会这么想哈，他们就要老实的说，他们觉得说他们就是一群来找我麻烦的人 ，OK 哈。但是如果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你的心态就会不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告诉你，这是你整个季度要学习的课题。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王牌 ，OK 哈，来王牌要告诉你什么呢？他说：“少责怪别人，因为别人很难被改变。事情的发生一定有原因，你的情绪受到影响，一定是有屎弄到你。好，你看哦，巨蟹座朋友们，你这些牌卡我都是洗过在你面前洗出来的，就是刚好这张牌卡要给你，你就是觉得他们就是一坨屎。OK 哈，好消息是屎你可以自己洗掉，但是要改变别人比登天还难。所以呢，从自己改变自行开始，有问题的地方你就改，没问题的地方就继续任性，狠狠地打自己一巴掌，重新做人，漠视他人。这张牌卡就是要我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服务你 ？OK， 他们看似像一坨大便 ，OK， 但是最后这个大便要我们自己清理嘛？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你在投入，你很在乎的一件事情，你管别人怎么做，重点是你想要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结果。这张牌卡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张牌卡就是说有问题的其实是你。OK，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为什么我还没有拿这张牌？我告诉你我跟你发誓，我刚刚没有看到这张牌。为什么我会说有一些这个巨蟹座朋友会在那边 whining 说，哎呀，他们都是来找我的麻烦的人，你还这样帮他们说话？没有问题的人其实是你。OK， 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思维 ，OK， 去看待这些事情的话，我告诉你，你永远都会觉得都是别人有问题，都是别人有问题，都是别人怎么样 ，OK， 你绝对不会有自知之明。但是我在这边不是骂你没有自知之明哦，巨蟹座的朋友们，意思就是说你没办法利用这个东西来帮助你自己，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跨越这个问题的人是你哦。所以这张牌卡为什么会告诉你不要责怪别人？因为你改变别人很难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改变别人很难，比登天还难，是不是这样说 ？OK， 但是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改变。
OK， 好，这个就是你的王牌要告诉你，在整个季度的过程当中，不要老是认为别人有问题，反过来看一下我哪里有问题。OK， 他们来帮助我，让我变得更好，不就是刚好帮我自己看不到，我有盲点嘛？他们在帮我看见我的问题啊。所以这张王牌就是要告诉你，反过来看这件事情，不要只看事情的表面。这个就是你这一季，如果你遇到任何的挑战跟困难，你要利用这个点，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延伸牌卡解读，好吧 ？OK， 延伸牌卡解读呢，我们接下来要用宇宙验证牌卡来验证我刚刚所要传递给你的能量场的讯息，包含每个月的症结点跟细节，还有额外的补充资讯，以及每个月你要加强哪些思维跟观念，还有提升哪些人格特质，还有宇宙希望你在每个月要练习哪些实际的行动。最后，我们就会进入到天使跟宇宙传讯的部分。我们来听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告诉你，好吧 ？OK， 我们都会在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来进行，所以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下半场的延伸牌卡解读。那我们延伸牌卡解读的连结就在我们这一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你可以直接点进去连结，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延伸牌卡解读。所以呢，我也希望上半场的这个稍微跟大家概述一下我们这一季的能量场，也希望可以提供给巨蟹座的朋友们一点超前部署，好吧？非常感谢巨蟹座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半场延伸牌卡解读见喽，拜拜。